中国在联合国投出令人意外的一票，理解此举必须看懂国家的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几天里边呢，中国围绕俄乌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串起来所指出的方向就越来越耐人寻味了。最近的一个举动是呢，对联合国关于与欧洲委员会加强合作的 A77L65号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的时候呢，尽管草案里边含有了俄罗斯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侵略了乌克兰这样的描述，但是中国也投了一个赞成票。而在以往面对这样的词汇，中国不是投反对票就是投弃权票。这次投下赞成票，给人感觉似乎是有了一点点态度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是似乎。而此前呢，中国国家领导人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曾经再次重申中乌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强调了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并且呢，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团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交流。上面这段文字都是外交部网站上公布的中乌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原文，大家这一点要看清楚，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性的外交态度。会晤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了深受鼓舞，乌克兰总理也说通话非常富有成效，相信这是中乌未来关系的良好开端。其他欧洲国家既然说了要保护乌克兰，那么既然乌克兰自己都这么说了，其他欧洲国家也只能说对中国的举动表示欢迎。这些动作如果仔细剖析起来就更有意思了，能看出中国新一届外交部的平衡艺术。首先，既然中法要联手确保欧洲成为独立一极，避免欧洲继续盲目的跟随美国，那么中国就必然会在联合国给欧洲更多的机会，给欧洲委员会捧捧场。而中国领导人这时候和乌克兰开展高层互动，强调中乌战略伙伴关系，派遣高规格代表团，都是进一步强调中国在领土主权等重大立场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个表态也是给欧洲看的，让欧洲把心放下。我前几天说过，最近的一系列舆论风波会让中国外交把这些工作再做一遍，而且会做得更深，要抵消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的负面声音。毕竟改善中欧关系是中美博弈中中国的最关键性的落子位置之一，尤其是现在是在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这么重要的关键问题还要注意防止误判呢，不可能像某些小说家们演绎的一样，觉得又是试探了，又是红白脸了。其次，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态度转向开始放弃俄罗斯了吗？这更不可能。其实我们可以再仔细看一下此次联合国的投票过程。俄罗斯曾经对侵略乌克兰这个说法表示不满，要求删除，所以前一阶段有一个投票，只不过呢，在那一个要求删除的投票中，中国表示了弃权，意思就是中国对这句话即使不否决，也是不会去支持的，立场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绝不会谴责俄罗斯。这样一方面该给俄罗斯留的面子全都考虑到了，另一方面在欧洲看来，中国的表达方式又跟以前有微妙的不同，是有利于中欧继续发展关系的信号。这才是平衡的外交技巧，不要以为这是取悦外国人，怕外国人，其实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人多多的，敌人少少的。而且《流浪地球2》里边李雪健演的中国外交官都有句台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进去了。他说任何团结都是有代价的，所以中国的外交表达俄罗斯应该能够理解，实际上他们也应该能够接受。不过呢，说到一些个负面的声音，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当前这种局面对美国肯定不是好消息，所以美国肯定要制造大量的负面声音了。那么我估计最近又会有很多的媒体还打算跟前几天一样，带着某些目的，在引领一大批网民跳出来要打击所谓的亲美分子，用友邦惊诧论讽刺中国政府安抚欧洲的战略布局了。所以真的要理解中国政府，真的要跟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还真的要多看看外交部的官网，小说那些玩意儿少看吧。